在桃园警察做肌腺症。肌腺症？对。只有一个医生吗？我是检查了1年半以后才被一个医生发现。OK。然后也有再找比较资深的医生去确认，他也说是。好了，我现在说实话，因为一般肌腺症的病人有2个特色，第一个经痛，经痛会痛的要吃止痛药，而且月经量很多。我看你好像都没有。都没有。我们先把这个症状没有嘛？我刚才要问你抽那个硒药高不高？也都正常。也都正常。对。所以我现在打脸原来那2个医师，你根本就没有肌腺症，对不对？你没有肌腺症不要因为人家说你有就认为你有。这个要质疑的。有一个医生还说，你现在没那么严重，那我要不要先开止痛药给你吃？你根本就不痛，为什么要先开止痛药？不能这样子。就是会有点不舒服，他就说那要不要开药给你吃？可能来看医生要拿个药比较。对，你知道你的疼痛是什么引起的吗？因为我刚做内诊你直肠膨出非常严重人家一般凹的一部分，你是整个凹进去，所以你很难把大便排干净。对，就是以前会成型，现在已经也不成型了，因为你整个直肠整个凹进去，所以你要想排便排出来都很困难，而且这里面常会累积很多粪便，所以你就会常常想上厕所。所以你现在偶尔有点腹痛，是你大便都没排干净。你排不干净啊？问题是，就是肠这边很胀。对啊，你甚至你说你也做过大肠镜2次，胃镜2次，2个镜都总共这样4次，5年2次，也找不到原因，就都发炎了，胃发炎了。通常你要进去做完镜子，他一定要给你个诊断，好解释你为什么会痛，就说你发炎。对。所以台湾为什么抗生素消耗这么大量？就医生那边你不拿点抗生素回家，好像有点对不起你。对。实际上你是粪便排不干净。懂我意思吗？你这个是我看到最明显的例子，自己认为是肌腺症，完全没有。我们刚做的超音波也完全正常，但是你直肠膨出超严重。我的问题已经纠结我真的5年了。你好可惜哦，我叫你不要住在桃园，你要住，没事。我看了很多医生。对啊，我知道，这个问题将来大概一个门诊手术，大概半个钟头，你就可以过得有声有色，彩色人生。你在这几年来也受不少罪。对，就是大大小小问题，他的问题不是到很严重要吃药，可是确实让你很困扰。直肠脱垂膨出，它就这样让你不舒服。对，你没办法忽视它。吃东西很重要，大便更重要。好了 ，OK，帮你找到原因了，懂吗？谢谢。好。